一边是大手大脚撒钱，请客摆阔气，一掷千金办面子工程，一边却喊着过紧日子，出台的政策却是文件双面印刷，开会不发笔本，这不是演戏是什么？一边花钱如流水，一边装穷哭惨，简直把14亿人当猴耍。财政危机早就不是新闻，可2025年这场大戏还要继续上演。31个省齐刷刷喊着勒紧裤腰带，但裤子都烂了，还拿什么勒？更别提老百姓，早被这紧日子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数据一拉出来，吓死人！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20万亿，财政窟窿填不完。中国这是要带着14亿人一起跳崖呀！这回中国的穷相真藏不住了。最新消息，青海省发布过紧日子通知，厅级以下干部出差严禁坐飞机，省级机关只能挑经济型交通工具。公车停了，飞机票也买不下了，这日子过得连叫花子都不如。根据青海日报披露，2024年全省公务出差费用同比砍掉30%，光飞机票一项就省了1.2亿人民币。可笑的是，这节约还没完，领导还把黑手伸向了企业。你以为领导不坐飞机，航空公司就没事了？错，飞机照样飞，票照样卖，最后账单甩给谁？当然是围着领导转的那些企业。某民航业内人士爆料，2024年某省政府直接要求本地国企赞助出差费用，变相勒索了近8000万机票钱。这不是抢钱是什么？再看看全国数据，根据民航局统计，2024年国内公务出行航空支出同比下降了25%，可航空公司总收入却只跌了3%。这多出来的钱哪来的？还不是企业被逼着掏腰包。有企业老板哭诉，我们本来就利润薄的像纸，现在还得给政府买单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中国这是穷到骨子里，连遮羞布都不要了。别以为青海是特例，2025年全国31个省区全都加入了这场过紧日子大合唱。根据第一财经最新报道，各地202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5年预算草案陆续出炉，结果触目惊心。重庆市2024年一般性支出砍了54亿人民币，天津压减非必要支出87.6亿，吉林省更狠，直接削了65亿政府开支。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福建、黑龙江、北京、山西、贵州没一个省逃得掉，全都喊着要精打细算。可这紧日子紧到最后，钱呢？老百姓的生活呢？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同比下滑8.7%，总计减少了1.3万亿人民币。而地方政府债务却像滚雪球一样，2024年底官方承认的债务余额已突破120万亿人民币，实际数字可能更高。野村证券分析师估计，算上隐性债务，真实规模可能逼近150万亿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中国 GDP 的1.2倍。窟窿这么大，拿什么填？当权者还好意思喊过紧日子，这不就是在掩耳盗铃吗？当权者嘴上喊着节约开支改善民生，可老百姓压根不信这套鬼话。辽宁的江先生一针见血，他们喊了好几年紧日子了，可老百姓啥时候富过？资源就那么多，钱都让政府拿走了。他还爆料，那些落马的贪官一查就是几十亿、上百亿的赃款，比如某省前副省长，2024年被查出贪污108亿人民币，家里现金堆成山，连银行都不敢存。这几日子紧到哪里去了？还不是进了贪官的口袋。再看看数据，2024年全国民生支出占比不升反降。据中国统计年鉴，教育、医疗、社保等民生领域
预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2023年的 32% 跌到2024年的 28%， 整整少了4个百分点。与此同时，政府行政开支却只降了不到 2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老百姓的日子更难过了。某民企高管吐槽，我今年看病，医保报销比例明显少了，个人掏腰包比以前多了1倍。根据国家医保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同比增长 12%， 但报销比例却从平均 65% 降到了 58%。 这钱都跑哪去了？老百姓只能干瞪眼。中国财政危机不是1天2天的事，根子还在经济崩盘上。2024年中国 GDP 增速官方说是 5.2%， 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实际只有 4.1%， 野村证券更悲观，直接给出 3.8%。 经济一塌糊涂，地方政府收入自然跟着跳水。根据税务总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 6.5%， 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更是暴跌 20%， 直接少了 2.1万亿人民币。基建项目赚不到钱，还得年年砸钱养护，窟窿越挖越大。举个例子，某中部省份2024年修了一条高铁，造价300亿，可通车后年收入不到5亿，连维护费都不够。这种赔本买卖在全国比比皆是。根据审计署统计，2024年全国未完工基建项目总投资高达40万亿，其中一半以上收益率低于 3%。 地方政府没钱还债，只能靠借息还旧，可银行也撑不住了。中国银保监会数据，2024年地方债违约金额激增至8000亿人民币，是2023年的3倍。这不是危机是什么？财政危机不光坑政府，还拖累了企业和老百姓。2024年全国中小企业倒闭潮加剧，根据工商联数据，中小企业注销量同比激增 35%， 涉及就业人口超2000万。尤其是那些靠政府订单吃饭的企业，现在是叫天天不应。某福建老板哭诉，政府欠我3000万工程款，3年没结清，现在还让我垫资买他们的机票，这不是要我命吗？更惨的是，财政紧缩还引发连锁反应。2025年，31省计划再砍 10% 的预算，直接影响物流、建筑、制造等行业。摩根士丹利预测，这波裁员潮可能波及60万就业岗位，相当于整个青海省的就业人口。老百姓饭碗都没了，还谈什么改善民生？根据社科院调查，2024年全国城镇失业率已攀升至 6.8%， 实际数字可能更高。街头巷尾摆摊的比上班的多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面对这烂摊子，当权者也不是没想过招。2024年下半年，财政部推出特别国债计划，号称要发1万亿救市。可这钱还没捂热，就被地方抢去还债了。据彭博社统计，这1万亿国债中，70%流向了地方债务偿还，真正投到经济上的不到2000亿。专家直言，这根本不是救市，是救官。还有更可笑的，某省提出公务人员骑共享单车出差，结果1个月下来，自行车租赁费花了500万，比原来坐火车还贵。这不就是在掩耳盗铃吗？更别提文件双面印刷这种小儿科操作。根据内部人士爆料，某市1年省下的纸张费不到10万块，连个官员的出差餐补都不够。这紧日子过的，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。说到底，中国的财政危机不是政策能救的，而是权力结构出了大问题。官老爷们贪得无厌，老百姓苦不堪言，钱全被吸到上面去了。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，2024年中国排名跌至全球第85位，比2023年还低了5位。财政窟窿填不完，经济又起不来，这雷迟早要炸。更吓人的是，
美国还在旁边补刀。2025年，特朗普新关税政策一落地，中国出口再受重创，财政收入还得雪上加霜。野村证券预测，2025年中国 GDP 增速可能跌破 3%， 财政赤字率则飙升至 8% 以上。到时候31省别说过紧日子，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14亿人怎么办？等着一起挨饿吗？当权者还在嘴硬，说什么过紧日子是长期战略，可老百姓早就看透了，这哪是战略，分明是穷途末路。2025年的中国，财政危机、经济崩盘、就业寒潮，三座大山压下来，日子没法过了。有网友调侃，政府过紧日子，老百姓过苦日子，最后大家一起过完日子。这话听着好笑，可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这场紧日子大戏演到现在，票房早崩了，接下来等着瞧吧，中国还能撑多久？